罗海涛的现任妻子刚剖宫产生下孩子，罗海涛就去做了肝脏移植手术，为救他和前妻生的儿子。儿子罗晨宇是活下来了，至少可以延续10年的寿命。罗海涛却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一边是女儿的新生，一边是儿子的死亡，罗海涛义无反顾选择了后者。关键是罗海涛跟儿子没有太深的感情，因为孩子很小时他就和前妻王文娟离婚了，王文娟从不让他见儿子。一命换一命，罗海涛用自己的生命延续了儿子的人生，留下2任妻子和2个孩子，这对现任杜萌萌和刚出生的女儿而言，是否太残忍了？罗晨宇出车祸导致肝破裂，必须要进行肝脏移植才能活下来。17岁的花季少年，美好人生才刚开始就此丧命，实在太惋惜。医院一时没有合适的供体，罗晨宇最多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来等待。罗晨宇跟父亲的血型一样，但他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他跟着母亲王文娟生活，王文娟又一直联系不上前夫罗海涛，最后还是医生打电话叫来了罗海涛。罗海涛急匆匆地赶到医院，表示只要能救儿子，他愿意拿出50万、100万。罗海涛对儿子的担心和爱意是真的，他并不像王文娟说的那样不接电话，不愿意救儿子。罗晨宇不只是王文娟的儿子，也是罗海涛的。母爱无私，父爱也很伟大，罗海涛对儿子的爱一点都不比王文娟少。是王文娟太过分，离婚之后不肯让罗海涛见儿子，罗海涛每次都是偷偷地站在远处看着。直到罗晨宇长大了，主动给罗海涛打电话，父子俩才得以相见。这对父子是真爱，他们都深爱着彼此，哪怕不生活在一起，感情也只增不减。罗海涛以罗晨宇为荣，罗晨宇把罗海涛当成兄弟。不管父母以什么样的原因离婚，都不应该伤及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谁都不应剥夺孩子享受父爱或母爱的权利。若是父母其中一方执意不让孩子见另外一方，那就是对孩子的2次伤害，是自私的行为。王文娟就有点自私了，平时从不让罗海涛见孩子，需要罗海涛捐肝救命了，也不考虑罗海涛的现状，就直接电话轰炸。俩人都没联系过，罗海涛又反感王文娟，又怎会愿意接他电话？王文娟对儿子的牵挂我们能理解，但他对罗海涛的态度则是有点过了。罗海涛还不知具体情况呢，还没说救或不救，王文娟就一直缠着罗海涛喊，求求你救救儿子，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从来没求过你，离了婚我也是带着儿子就走了，从来没给你添过任何一个麻烦，现在儿子就得你来救他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儿子没事时，王文娟可没认过罗海涛是孩子的父亲，跟断绝关系没什么两样。既然如此，他把孩子绑在身边，只把孩子当做他自己一个人的，那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应该再找罗海涛，更何况是这种要命的事。王文娟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只知道自己不能失去儿子，她只有这一个儿子，儿子就是她人生的全部，却没想过罗海涛的安危。王文娟这种行为对孩子而言是伟大和母爱，但对罗海涛和他的新家庭是否太自私？把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牺牲和痛苦上，这就是自私。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不公太多，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走向了女权的极端之路，对男人的看法总是先入为主，甚至还不了解这个人就充满了敌对的态度。罗海涛就受到了这种待遇。王文娟还没见到罗海涛，就断定他不会同意捐肝。陈辉也一口咬定罗海涛故意撒谎说自己有脂肪肝，他就是身体没毛病，也不会捐的。其实大家都误会罗海涛了，他若不是救子心切，又怎会接到医生的电话就立刻跑来了医院？罗海涛比谁都更想救罗晨宇，但他同时又不得不顾及他的新家庭、现任的妻子、新出生的女儿，都是他的责任。换做谁都不可能毫不犹豫就捐肝的，就是换做女性，换做母亲也是一样。
孩子从来都不是夫妻其中一方的，而是夫妻双方的。女人也不只是给男人生的孩子，也是给自己生的。世上坏男人、不负责的父亲有很多，不配为人母的坏女人也不少。所以爱孩子这件事，以及人的品性，跟性别无关，跟人有关。还是潘院长深谙人性，有大智慧，他如此开导陈辉。不管是重症还是轻症，只要是来到医院寻求医生帮助的每位患者，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着恐惧。他们需要医生，甚至什么人帮助他们，在黑暗当中刺开一道口子。他们想看到一点光亮，哪怕只是一丝希望。我要是你呀，我就先试着去了解那个父亲，先试着帮助他。罗海涛的纠结确实有苦衷，因为两头都是最重要的人，都很紧急。陈辉知道他的隐情后，才算了解罗海涛，但陈辉内心还是希望罗海涛捐肝，可以说是他们道德绑架了罗海涛，或许他一开始就不该多管这事。罗晨宇危在旦夕，同时牵扯着罗海涛和王文娟的心。罗海涛若是不拿出自己的肝，罗晨宇就没命了，王文娟会伤心一辈子，爱儿子的罗海涛也会终生内疚。罗海涛若是身体素质好，倒也不会伤及自己的性命。手术室门口，罗海涛故意对王文娟说着玩笑话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害怕，担心。我不信，以后让我见儿子，你可拉倒吧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恨我恨了这么多年，你肯定在想，这个渣男不会救咱们的儿子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现在要去救咱们的儿子了。但罗海涛的身体不好，他得过脂肪肝，经常熬夜酗酒，捐肝手术势必凶多吉少。这也就意味着罗海涛离世，罗晨宇可以多活几年。杜萌萌在剖宫产手术的第二天就要忍受丧夫之痛，女儿生下来就没了父亲，最痛苦的还是杜萌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罗海涛还能做出如此决定，毕竟是我的儿子，这肝肯定得捐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呢？而这勇气都是杜萌萌给的，有了杜萌萌和女儿，罗海涛已经圆满了。为了孩子，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。杜萌萌一开始不愿意罗海涛去捐肝，因为他和女儿都需要罗海涛，但其实他心里清楚，罗海涛一定会去的。尤其是他生下女儿后，更能理解罗海涛的心情了。所以杜萌萌知道是王文娟给罗海涛签的手术通知单后，也没有去怪罪王文娟，只是要追究医院的责任。而当他看到罗海涛留给他和孩子们的遗书，他释怀了。小雨、小安，如果你们看到了这封信，不好意思，那就是爸爸先走了一步，爸爸特别舍不得你们，爸爸特别爱你们。小雨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在我和你妈妈刚分开的时候，我一直想去找你，但是总见不着你。但是我不怪你妈妈，是我伤害了她，她是一个好女人。我知道她常跟你急，甚至动手打你，但是你要理解，她一个人把你养大不容易，所以你要听话，要乖。我这一辈子喝过无数次大酒，但是我最幸福的一次是咱俩喝的那一次。谢谢你打电话给我，我要你知道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你现在有个妹妹了，我的女儿刚出生，我把她托付给你了，她是你的责任，她是你的亲妹妹。小雨、小安，我好想陪你们长大，送你们去上学，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，参加你们的结婚典礼，帮你们带孩子，可我做不到了。对不起，小雨，请带着爸爸的肝好好活下去。爸爸爱你们，爸爸特别爱你们。看完罗海涛的信，我的眼眶也湿润了。这个看起来大大咧咧的男人，心思居然如此细腻，他把后事都提前交代好了，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，这就是他的担当。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是罗海涛对儿子和女儿的大爱，明明是王文娟不让他见儿子的，他还在给儿子灌输爱的思想。这样的孩子，即使父母离婚了，心里依旧会健全，依旧能够过得幸福，因为他既有如水的母爱，又有如山的父爱。罗海涛的孩子即便是失去了父亲，记忆里也有父亲留给他们的爱，只是苦了杜萌萌，
不敢想象他的内心该有多痛苦。人性经不住考验，不管是好还是坏，考验人性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罗海涛死在了医院，家属索赔是正常现象，医院肯定要担责。贺彤认为是自己插管导致的，他很有担当。外科主任刘振威和白纯更有责任心，表明有他们在，不需要任何下属出来承担，这才是真正的好领导、好医生，德艺双馨。但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，外科王凯医生为了科室的利益，也是自身的利益，向医院举报了贺彤，说是他的责任。这就又上升到了医院的党派之争。副院长江旭峰一心只有名利，害怕医院的名声受到影响，非要找实习医生贺彤和陈辉背锅，带头搞内讧。还好院长潘文斌一心为一，才没让江院长的阴谋得逞，也化解了一场危机。主要还是多亏了罗海涛留下的遗书，以及杜萌萌的深明大义，此事才能化解。所以说呀，罗海涛是真的伟大，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父亲，不只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，他的人格更是高尚的。